老邱，老邱，快来！我找到金矿脉了！什么？金矿脉？我马上来。张总，初步测明，这批黄金的价值在1000万左右。好，太好了！等把这批货出了，我正好给我老婆买栋大别墅，再换辆新跑车。那我呢？放心吧，疯子，我发财了，怎么会少得你呢？你不是一直想买台自行车代步吗？这样，回头我就转1000块钱给你，你骑自行车上下班，还能锻炼锻炼身体，多好啊！这公司是我们俩合伙创立的，当初说好的，你出资金，我出技术，收益55分。你现在拿我当什么？你的员工吗？怎么会呢，疯子？我这是在锻炼你啊！年轻人不要急于求成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嘛。我每天带队在深山老林里没日没夜的勘探，你在城里的酒吧左右帮我抱怨过一句吗？我现在就想拿我该得的那份钱！你想干什么？放开张总！放开我！哎，疯子，你看你又意气用事，闹成这样何必呢？回头医药费多少跟哥说一声，哥给你报了。风儿，你妈突然在家病倒了，医生说手术得一大笔钱，你那边有没有钱？钱，我只想拿回我该得的那份钱。丁，淘矿系统加载成功，系统可勘察珍贵矿脉，估算矿脉价值，让宿主淘金致富。空系统可以勘探各种金属矿产所在地。张乔，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疯子，咱毕业一起开公司吧。开公司？对，我出钱，你出力，我负责拉投资，你负责找矿脉。到时候赚了钱，55分，谁也不亏待谁。好，好兄弟，好兄弟一辈子。好兄弟，现在我有了这淘金系统，还怕找不到矿妹吗？现在差的就是一点启动资金了。疯子，疯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妈她病得厉害，你爹都急疯了，快回去！就在家里。风儿，你手上有多少钱？我只有几百块。你钱呢？我和你妈当初可是给了你50万啊！亏掉了。小风，你回来了。妈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妈不怪你，是妈不好，生了这怪病，连累了你。妈，先让爸带你去城里住院，我马上去筹钱。检测到宿主500米内最金属能量波动，导航开启。目标已锁定，正下方1.5米。疯子，你妈都在医院躺着了，你不去筹钱，还在这儿搞这些破玩意儿。大伯，您看看这个，这是我在后山挖出来的银块，真家伙！您知不知道哪里有渠道能卖掉？我妈手术真等不了了。造孽呀！
我说的是真的。真个屁！后山要真有金子银子，还能轮得到你小子？走走走，赶紧走！真是晦气，别把霉运传到我家来。大伯，您听我说。爷，什么陈峰哥哥来了吗？我要找陈峰哥哥玩。玩什么玩？从今天起，再也不准去找陈峰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个废物，出去混了那么多年，1分钱没赚到，他妈都快病死了，也拿不出钱。看来只能去镇上碰碰运气了。按今天国际银价折算下来，我给你这个数。成交。你的病已经不能再拖了，必须尽快手术。我马上给凤儿打电话。别告诉凤儿，我不想她看到我这个样子。峰哥，等等。峰哥，婆母住院了，我知道你缺钱，不多，4513块，你别嫌弃。天明，这钱我不能要，你自己也不宽裕。拉住，峰哥，我知道你现在不容易，别跟我客气。谢了，兄弟。检测到周围3公里内存在强烈矿脉波动，波动等级稀有，正在定位。稀有矿脉，这下发达了。天明，那边是什么地方？那边，那是野狗岭，荒了好多年了。这是翡翠矿。峰哥，你到底在找啥？这野狗岭3年前有地质队来过，打了3个探孔，全是废石。他们说这里没有开采价值。那地质队，他们判断错了。你是说这山里有东西？有，而且价值不菲。张乔啊，张乔，没想到吧？你吞了我的黄金矿，转头这座翡翠矿就撞到我手里了，咱俩的账还没完呢。峰哥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招人买设备，尽快开工。张总，出了点问题。说，陈峰走了之后，没人能找准矿脉延伸的走向了，兄弟们不敢乱挖，怕把米挖断。我当多大事儿呢？他陈峰又不是神仙，走了他地球还不转了？可是张总，这脉是陈峰勘测出来的，只有陈峰最熟。行了，这行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人。去人事那边说一声，花点钱招个有经验的勘探专家，工资翻倍，还怕没人来？张总，您这环境太艰苦了，薪资也一般，抱歉，这活我干不了，我也干不了。张总，您另请高人吧。老孙是吧？有20年勘探经验，很好。这样，我给你开2倍工资。张总，您这矿山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一下，之前那位陈工踏明的矿脉走向，现在没人能接上。实话跟您说，这活不好干。3倍。4倍，翻4倍，总可以了吧？张总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这脉我之前没接触过，能找到多少我不敢保证。好，只要你肯来就行。老公，你上次答应的那个别墅到底什么时候去看嘛？看。这周末就去看，我让财务把下季度设备预算先挪出来。峰哥，矿场条件出了名的艰苦，咱们恐怕不好招人啊。没事，看我的。
招工了，招工了！矿山开采活不轻松，但工资高，市场价2倍，日结。峰哥，你疯了？咱哪来的钱？我说了，钱管够。真是2倍？骗人的吧？日结，当天给钱，我干，我干，算我一个。钱我1分不少，但丑话说前头，我有3条规矩：第一，绝对服从指挥，不能自己乱挖；第二，嘴要严，矿上什么事儿都不准往外说；第三，活不轻松，吃不了苦的，现在就走。我叫陈峰，我在矿洞干了3年，我知道里面有多艰难，但跟着我陈峰干的都是我兄弟，我绝不亏待。有愿意的上来报名字，我。峰哥，咱真要进这儿，看起来就不是咱们这种人来的地方。钱长什么样，他们不认识。2位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这里不招搬运工。买设备。先生，我们店里最便宜的一台手持探测仪也要5000块。峰哥，算了，走吧。你们店最新款的矿脉探测仪，还有那套便携式深层采样装置，我全要了，3套，全款。先生您稍等，我马上去叫经理来，请这边坐，要不要喝点什么？峰哥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借的。借的？你跟谁借的啊？所有人过来，看仔细了，这是我标的作业面，按顺序挖，谁都不准乱开采，安全帽都戴好，开工。是。峰哥，你老实跟我说，那些钱到底……天明，有些事我现在不方便说，但我跟你保证，我就不会让你吃亏，你信我。张总，这矿脉走向确实太复杂了，岩层有断层，陈工之前标的那些点位跟我判断的对不上。对不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这脉被人为标记的时候，应该是有一条主线，但现在这条主线找不到了。我建议最好能联系一下陈工，让他回来指点一下。陈峰，张口闭口都是陈峰，没有他，我这公司还运转不了了是吗？这公司是我出钱开的，矿是我的，他不过是打了个工。凭什么离了他就不行？你是老工程师，4倍工资请你来，不是让你告诉我找别人的。张总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这脉您要是硬挖也不是挖不出来，但打到断层的概率很高，到时候废料率会上去，成本翻倍都是少的。继续给挖，出了事我负责。都挖这么深了，屁都没见着，这位陈老板到底靠不靠谱？不知道啊，再往下挖挖看吧。峰哥，这已经是第3天了，咱买设备的尾款还没付，工人工资每天都是现结，再这么挖下去，天明，你信不信我？信，那就继续挖。陈老板，不是我们不想干，但您看这挖出来的全是废料，再挖下去也是白费力气。要不您再琢磨琢磨，这地方是不是没东西？我来。你们都歇着，我自己来。这陈老板别是真疯了！闭嘴！
峰哥，那是什么？兄弟们，干活了！大火，翡翠矿！峰哥，这绿头，这水头，我虽然不懂翡翠，但我在电视上见过这种成色，市面上至少这个数，不比这个还多。峰哥，咱这是挖到宝了！兄弟们，这条矿脉是咱们一起挖出来的，只要你们好好跟着我干，之前答应你们的2倍工资照发。等这批翡翠出手，每个人额外再发1笔奖金。陈老板，啥也不说了，以后我们就跟你干了。跟着陈老板干，跟着陈老板干！天明，我要下山一趟，这批货越早出手越好。矿上的事儿你盯着，开采进度、工人安排、出入库登记，全部交给你。峰哥，我能行吗？我相信你能行。你放心去，矿上有我。陈先生，我在这一行干了20年，说实话，这几年很少见到这种品质的料子了。你这矿在哪儿？周老板，矿在哪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能不能合作。哈哈哈哈，有意思。行，我不打听，这批货你开个价，200万。成交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后续出的货同等价格下优先给我。一言为定。哟，大老板来了。三叔，我来交手术费。交手术费？你拿什么交？你不是借了高利贷去买采矿设备了吗？什么高利贷？我没借高利贷。峰哥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你在商场里跟陆天明说的，钱是借的。你订了那么贵的设备，不是高利贷哪来的钱？陈峰啊，陈峰，你自己作死也就算了，还拉着人家陆天明一起。陆家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这不是害人吗？凤儿，去你妈削个苹果吧，多陪陪她。凤儿，听你爸的，把借的钱还回去。这病咱不治了，咱认命。陈先生您好，您在我店采购的设备尾款30万今天到期，请问什么时候可以交付还款？30万，你还敢说没借高利贷？造孽呀！方莲，你听听，你这个好儿子干的好事儿。六床方莲的家属，病人情况不能再拖了，手术费20万，今天之内必须交上，否则手术只能往后排。30万尾款，半小时后打到你们账户。还有，之前订的设备再加2套，我一会儿去店里跟你确认。医生，这里面有200万，我妈的手术费、住院费全从里面扣，给我妈换最好的病房，请最好的专家，钱不是问题。爸妈，儿子没偷没抢没借高利贷，我找到矿了，翡翠矿，货已经出了，这是第一笔钱，200万，以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200万。什么？200万？哎呦，小峰啊，二姨就知道你这孩子有出息。小峰啊，刚才大舅说话急了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峰儿，妈，您安心治病，钱的事儿，以后都不用操心了。峰哥，就是这儿。约的10点，走。哟，这不是陈峰吗？疯子，你这是来这儿找工作？你说你当初在我矿上干得好好的，非跟我犟，现在沦落到这种地方来碰运气。这玉石交易中心进进出出的都是做大生意的人，你这样子进去，保安没拦你？张总，要不要我帮您把这2人赶走？不用不用，怎么说也是老熟人。疯子，
你要是实在找不到活干的话，我矿上还缺个搬运工，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我给你开市场价，1个月3000，包吃住，怎么样？王总，上次跟您电话里聊的那批货，我今天把详细资料带来了。金矿月产量稳定在50公斤往上，含金量高，杂质少，市面上抢着要。不错，品质确实稳。张总，你这矿脉不大，但管理的井井有条。王总您放心，跟我合作，品质和交期都不会出问题。好，那签字吧。等一下，王总，请等一下。陈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王总，我手上也有一条矿脉，想跟你合作一下。你是？王总，这人我认识，他叫陈峰，以前是我的员工。这家伙在我矿上干了好几年，我把他当兄弟，出钱出力培养他。后来他生了野心，想单干，就从我这儿走了。有野心是好事儿，不过你这种级别的货色，就别来这种场合凑热闹了。张翘，你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把冯哥赶出去的。两位的私人恩怨我不关心，我是生意人，只看货。张总，你继续。王总，我的优势很明确，金矿虽然体量不算大，但黄金是什么？市场硬通货，不管市场怎么变，金子永远是金子。今天挖出来，明天就能变现。不像那些花里胡哨的石头，价格忽高忽低，风险大得很。有道理，黄金胜在稳定，这点我认同。张总，你的条件我没什么意见，咱们签约吧。疯子，生意场上就是这样，有实力的人吃肉，没实力的人喝风。你也别灰心，回去好好经营你那小摊子，说不定哪天也能混进来喝杯酒。王总，您不听听我的东西再做决定吗？陈先生，你的热情我理解，但张总说的对，黄金是硬通货。王总，您就让他说说，让大家听听他到底有什么宝贝。我没什么宝贝，就几块花里胡哨的破石头。这是翡翠矿。王总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他这穷光蛋怎么可能有翡翠矿？是不是翡翠矿，一看便知。这料子，这成色，确实是出自翡翠矿，真是罕见啊！乖乖，这是帝王绿级别的料子啊！帝王绿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在质疑我的判断吗？不敢。陈先生，你这矿脉的探明主量是多少？报告里写的很清楚，目前探明的储量是这个数，后续随着继续勘探还有增储空间。陈先生，你的翡翠矿优先合作，张总的合同我暂缓，优先签你这边。王总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我们刚才都谈好了。张总，我刚才说了，我是生意人，只看货。黄金是硬通货没错，但帝王绿级别的翡翠，一件极品就能抵你1个月的产量。更何况陈先生这边的探明储量数据非常清晰，确定性远高于你那边。这行，确定性就是钱。王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张总，刚才您说什么来着？有实力的人吃肉，没实力的人喝风。那杯风你慢慢喝着，我和峰哥先吃肉去了。你，张总，翡翠矿，他陈峰凭什么？他离开我的时候身上1000块都没有，回去给他妈交手术费，还买那么贵的设备，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老赵。张总，您找我。老赵，我问你，你这段时间有没有见过陈峰？前段时间我去镇上办事，在街上碰到过陈峰，他当时从一家铺子里出来，怀里揣着个东西，看着挺沉的。铺子。
去给我查查陈峰从我这儿离开之后去了哪儿。是。检测到东南方向存在新的矿化异常区，矿物特征解析中，解析完成。钨矿石，储量预估等级中型，开采价值评级3000万。这是钨矿。天明，跟我走一趟。峰哥，翡翠矿那边怎么忙不过来嘞？咱跑这儿来干啥？天明，把这块地方标记下来。这儿也有东西？钨矿，而且储量不小。钨矿，都是那个造特种合金的。我算了算手上的资金，翡翠矿第1期的回款一到，就能腾出钱招人手。你先把人招起来，等设备到位就正式开工。好嘞，哥，我马上去办。张总，陈峰从矿场离开后，去了趟陈家村后山，接着去了城里的典当铺。根据典当铺老板的说法，陈峰在他那儿当了一块银子，这银子应该是在陈家村后山挖的。银子？后山挖的？既然是他捡的，那就好办了。手脚干净点，别留把柄。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二狗，你又咋呼啥呢？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关于陈峰的。疯子怎么了？人家现在可是大老板了。对，就是大老板。你们知道他凭啥当的大老板不？那还用说，人家有本事呗。本事？我告诉你们，他陈峰之所以能翻身，是因为他捡了一块银子。呸！我当啥事儿呢？捡块银子咋了？那人家运气好，你眼红你也捡去。运气好我不说啥，但你们琢磨琢磨，他是在哪儿捡的？后山啊！后山是哪儿？后山是咱陈家村的地盘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。他陈峰捡的那块银子，是在咱全村的地盘上捡的。二狗这话也不是没道理啊。还不止，他拿那银子当本钱，又挖了翡翠矿，现在身家几百万。他的本钱是从后山来的，后山是咱大家的，他一个人全吞了，像话吗？走，找陈山去，总得给个说法。你们要干啥？我老伴刚出院，别在这闹。陈山，我们来讲理的。疯子在后山捡银子发了家，后山有咱全村一份，他发了财不能一个人独吞。什么银子？疯子哪儿捡过什么银子啊？还装？二狗都看见了。陈山，我们不是来打架的，就想问个明白，你儿子挣了大钱，到底跟村里有没有关系？老陈，把凤儿叫回来吧。我马上回来。峰哥，出啥事了？村子里的人把我家堵了，说我从后山捡了银子，要分钱。矿上你盯着，我回去一趟。陈峰来了。妈，你先进屋歇着。疯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大伙儿就是想来问个明白。谁带的头？是我。怎么着？你捡了后山的银子发了财，还不敢让人说了？张乔让你来的吧？陈峰，你现在有钱了，要欺负我这个穷光蛋子是吧？陈峰，
别扯这些没用的。我们今天来就是要个说法，你给不给？要说法？什么说法？你在后山捡的银子发的家，后山是咱村的地盘，你挣的钱就该有村里一份。银子是我捡的，矿是我探的，钱是我一分一分挣的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后山是咱陈家村祖上传下来的，你采的是村里的地，捡的是村里的宝，凭啥你一个人全吞了？就是，要是没有后山那块银子，你能有今天？你发财了就不认乡亲了。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当初疯子出去闯的时候，你们谁帮过一把？我老伴住院的时候，你们谁来看过一眼？老陈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陈峰是村里的人，后山是村里的地，他发达了，给村里意思意思，天经地义。今天这个钱必须给村子分一份。村长，你也来说这个话？那我问你，我妈重病躺医院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我挨家挨户借钱的时候，谁给我借过一分？陆天明把他全部家当借给我的时候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在背后嚼舌根，说我借高利贷，说我陈峰这辈子完了。现在我翻身了，你们又跑来说我的钱该分给你们，凭什么？那是一码归一码，地是大家的，见者有份。见者有份？那你们去镇上去城里，看见地上有钱就去捡，看人家给不给你分。我陈峰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占村里的地，你们跑我家门口堵我爸妈，张嘴就是分钱，你们配吗？陈峰，你话别说绝了。我今天就把话说绝了，这钱一分没有。有本事自己去后山挖，挖到了我恭喜你，挖不到，别来惦记我了。妈，没事了，以后谁也欺负不了咱家。爸，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好挖的？你懂个屁！那小子能在这后山捡到银子，我就不信咱爷俩挖不着。他运气再好，还能把整座山的银子都捡光。爸，挖到了，真挖到了！小声点，你怕全村人听不见是吧？老天爷，还真有！还真有！你明天就去找矿产公司的人，把这后山包下来。这山里既然出了2块银子，底下指不定还有多少。到时候咱爷俩开了矿，还用眼红他陈峰？可是，这后山不是村里的地盘吗？你不是今天还带头说陈峰该分钱？傻小子，那些话是说给陈峰听的。这后山说到底是无主的地，谁有本事承包下来就是谁的。峰哥，这批样本都装好了，随时可以送检。检测的事儿你盯紧，另外，钨矿的手续得抓紧办。这片地的承包合同、开采许可，一样都不能少。行，我明天一早就去跑。不过这钨矿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看这石头灰不溜秋的，跟翡翠没法比啊。你点点。怎么称？钨矿是稀有金属，工业上造特种合金、高端零件都离不开它，市场需求量极大，价格也稳。翡翠走的是高端工艺品路线，受行情变动影响大，但钨不一样，只要工业还在运转，这东西就不愁卖。这座山底下探明的储量够我们开采好几年。到时候钨矿加上翡翠矿，2条腿走路，谁也掐不住我们的脖子。那比翡翠矿还赚，赚的钱只多不少。而且钨矿客户群和翡翠完全不重叠，我们多一条矿脉就多一张牌。张乔那种只抱着一条金矿的，行情一变动他就睡不着觉，我们不会。明白了，峰哥，手续我明天就去办，保证一样不落。抓紧。钨矿的事暂时保密，不要走漏风声。
哪儿来的？陈家村后山挖的。后山那就是一片荒地。陈峰踩了一脚狗屎运，捡了块银子，你还真当那是什么宝山？张总，陈峰捡了一块，我也挖到了一块，一块是运气，2块还是运气？那底下要是没有东西，能隔三差五往外冒银子？你想怎么合作？您是开矿的行家，有钱有设备有人，后山那地界是荒地，谁能承包下来就是谁的。张总出面把地包了，我来带路，挖出来的东西咱们按比例分。成交。各位乡亲，我今天来是给你们带了个好消息，你们村的后山有银矿。银矿？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张总请专家勘测过了，后山底下确实有银矿脉。我操！陈峰那小子当初就是在后山捡的银子，他知道后山有矿，却一个字都不跟咱们说，怪不得他发财了，自己偷偷在后山挖矿，连个屁都不放，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咱们也赚钱。乡亲们，听我说2句。我跟村里签了合作协议，后山的银矿由我出资来开采，工人全部从你们陈家村招，工钱市场价2倍，干得好年底还有奖金。还是张总仗义，不像陈峰发达了就不认乡亲。就是陈峰这种人，赚再多也是白眼狼。乡亲们，开动吧！不能开！不能开！哟，这不陆天明，你这是替陈峰来当说客了？他自己不挖，也不让别人挖？不是，峰哥说过，后山紧挨着村子，山体结构不稳定，要是上设备大规模挖掘，山体会松动，等夏天暴雨一来，会山体滑坡，泥石流的。放屁！我在这村住了50年，后山从来没塌过，他这是编瞎话吓唬咱们，不想让咱们也发财。就是，他自己挖完了，现在说不能挖，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陈峰现在是身家几百万的大老板了，哪还管我们这些穷乡亲的死活？人家巴不得后山塌了，把我们全埋了，省得碍他的眼。你们别血口喷人，峰哥是学地质的，他说不能挖就是不能挖。得了吧，他要真懂地质，当初怎么没发现后山还有银矿？我看他就是怕咱们也挣了钱，他的工人就不好招了。天明，你回去告诉陈峰，后山的矿是村里跟张总合作开的，合法合规。至于山体稳定不稳定的，张总请了专业的工程师，不用他操心。村长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。行了行了，赶紧走，别再耽误我们挣钱。陈峰这人啊，心是真黑，自己吃肉连口汤都不让人喝。可不是嘛，还编山体滑坡吓唬人，亏他想得出来。回去告诉陈峰，让他老实守着他的翡翠矿，这后山的银子跟他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峰儿，这真是咱们的房子。妈，房证上写的就是您的名字，您进来看看。峰儿，你小时候说长大了要给妈盖大房子，妈以为你哄我玩的。妈，您儿子说话算话，您和爸就在这儿住着，好好享福。村里那边最近有点乱，你们在这儿清静些，我也放心。峰儿，这房子得花不少钱吧？爸，您就别操心钱的事儿了。您和妈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轮到儿子养你了。老赵，进度怎么样了？第一批矿石什么时候能出？张总，这情况不太乐观。什么意思？银矿确实是有，探测仪没骗人，但埋得极深，表层这些挖出来全是废料，成色也不足，含银量连工业开采的标准都达不到。挖了大半天，能用的矿石筛出来还不到半筐。那再往下挖呀，挖深一点。张总，往下挖成本太高了，这山体结构松得很，挖深了要打支护，光支护材料就得好几万，而且就算打上支护也不安全，万一塌方。再说了，照这个含银度，就算挖出来，卖的钱还不够开工人工资的。张总，我这边等着你的黄金补货呢。李总，您再宽限2天，我这边出了点小状况，马上就解决。2天？
张总，要不这后山先停一停？停什么停？继续挖，挖不出东西就从陈岩石那老东西嘴里问。他不是说他亲眼见过银子吗？凤儿，这衣裳多少钱？太贵了，咱就退了吧。妈，不贵，您穿着好看，穿着就行了。峰哥，出事了！昨晚下大暴雨，后山塌了，3体滑坡，泥石流把出村的路全堵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后山塌了？村里人咋样？有人伤着没？叔，人没事，就是路堵了，村里人现在全困在里头。凤儿，我知道村里人之前对不住你，但咱们说到底还是陈家村的人，祖祖辈辈都埋在那片土里。你现在有本事了，不能看着村子毁了。你爸说的对，凤儿别记恨乡亲们，能帮就帮一把。爸妈，我知道了。天明，走。当初陈峰说了不能挖，不能挖，咱谁听了？现在好了，山塌了，路堵了，报应啊！村长，你说咋办啊？张桥跑了，咱找谁去？陈峰。师傅，您看看，最厚的地方大概3米多，上面还有松动的碎石一直在往下掉。先把上面那块悬着的巨石拉下来，再清下面的泥石。行，交给我们。当初陈峰3番2次让人来传话，说不能挖，咱一个字儿不听。疯子，叔当初没听你的，叔的错。村长，过去的事别提了，路通了再说。疯子，对不住了，以前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。各位乡亲，我陈峰从小在陈家村长大，不管我走到哪儿，根都在这儿。以前的事儿翻篇了，这条路修好了，年底我再给大伙儿修一条新公路，说话算话。张总，今天是最后期限，货再不到，违约金按合同走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老公，别墅尾款人家催了好几遍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打钱？我闺蜜都说我买个房子还要分期，丢死人了。我知道了，这2天就办。金矿那边进度能不能再提一提？1个月之内产量翻1倍。张总，这不可能，现在已经是满负荷在挖了，再提速会出事儿的。我不管！我现在需要钱，大笔的钱！你回去告诉所有人，从今天起3班倒，人歇机器不歇，能挖多少挖多少。张总，矿道已经出现裂缝了，再加速非塌方不可。这矿是我的，我说怎么挖就怎么挖。陈岩石，银子，狗屁！就那么几块破石头，挖了3天全是废料，老子投进去100万，本都没回。阿坤，你给我查查那个陈岩石，他跟陈峰到底有没有联系？张总，查过了，陈岩石是陈峰大伯。我就知道，这老东西跟陈峰合起伙来给我下套。好，好得很。阿坤，找几个人手脚利索的。陈峰不是矿多吗？让他尝尝出事儿的滋味。这片区域进度还差多少？陈总，按您画的点位挖下去，再有2、3天就能建新矿层。峰哥，外围又有人在转悠，这周第3次了，要不然我带人过去看看？不用追，以后多加2组人巡逻，晚上把探照灯全部打开。
怎么回事？陈总，出事了，矿道塌了！人呢？伤了几个？伤了一个，周卫平，碎石砸中了脑袋，已经送镇卫生所了。其他人没事，就是吓得不轻。大家听着，周卫平的医疗费矿上全包，养伤期间工资照发，额外再加一笔营养费。你们谁要是心里不踏实，今晚先回去歇着，不算旷工。陈总，我们不是怕这个，我们是怕这矿道还能不能下。这样，明天所有人先休息一天，工资照发。天明，你明天请专业的人来矿上检查一下，安全不达标，谁也不准下矿。矿可以停，人不能出事。是，大伙儿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出事的矿洞在哪儿？那边3号口。走，跟我过去看看。峰哥，都怪我没把控好安全防护。不对，峰哥，你发现什么了？纸护架的断口是新的，但不是被石头砸断的。你看这里有明显的撬砸痕迹。这不是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的撬棍统一放在工具房，全是新的，没这么旧。有人在搞鬼！去查查这个撬棍是哪儿的。放心吧，峰哥，把这东西收好，别声张，除了你和我，谁也别让知道。峰哥，咱不报警？一根撬棍说明不了什么，先留着，等它的尾巴全露出来。我家卫平上有老下有小，他要是落下个什么毛病，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啊？彩虹说的对，这矿上出了事，老板不能不管。就是，我听说那陈老板身家好几百万，必须要他多赔点儿。陈老板，你可算来了！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卫平可是在你矿上出的事儿。感觉怎么样？好点没？陈总，我没事儿，就是破了点皮。是彩虹她。各位，我今天来就是把话说清楚。周卫平的医疗费矿上全包，1分不落。养伤期间工资照发，营养费另算。后续康复如果需要去大医院，矿上负责安排。陈老板，你这话说的是好听，但谁知道后面能不能兑现？还是现在一次赔清了好，80万，1分不能少。医疗费、误工费、康复费全部按最高标准来。谁要是觉得我好欺负，想趁这事儿捞一把，1分没有。大家听听，这就是大老板的嘴脸，嘴上说负责，一提真金白银就缩了。彩虹，你别怕，他不给钱，咱就去矿上闹，去他公司门口拉横幅，看他还做不做生意。你是周卫平什么亲戚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他远房表弟，你当然没见过。表弟，彩虹，你家卫平啥时候有个表弟了？咱家亲戚里没这号人呐。你不是说你是卫平矿上的工友吗？你说你了解陈老板的为人，让我多要点钱。你到底是谁？张姐，那个人是谁？你认识他吗？我也不认识他，是前2天有个人找到我，说卫平这次伤得不轻，陈老板你又有钱，他说只要我多带几个人来闹，闹得越大赔得越多，他说最少能拿80万，我一时鬼迷心窍，就听了他的。彩虹，你糊涂啊！陈总平时对咱啥样，你又是不知道。陈老板，是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贪心，我跟你道歉。张姐，这事儿不怪你，有人存心想搞我，你们是被当枪使了。去查查那个阿龙的底。好，
张姐，镇卫生所条件有限，我安排魏平转到县医院去，那边有更好的脑科专家，费用还是矿上全包，你不用担心。陈总，我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，等我伤好了，我还会去跟你干。峰哥，那个阿龙的真名叫刘坤，外号阿坤，之前在一家矿上干，后来因为守旧不干净被开除了，现在在张桥的矿上。那天晚上砸支付架的应该也是他，8九不离10。另外，我在镇上联系了安保公司，他们下午过来装监控，矿区4个角各一个探头，矿路口再加一个，全覆盖。这些东西先锁着，别声张。峰哥，咱手里都有证据了，就不能直接……证据链还不够，阿坤只是跑妥的，张桥可以随时推得一干二净。要动他，得等他自己把路走。峰哥，钨矿的含量数据出来了，含钨量比预期高了将近2个百分点。峰哥，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我们这批钨矿的品质在全省能排进前3。陈总，检测报告你收到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次送来的样品质量太好了。周总，那您给个话。还说什么话？原定的采购价我往上提1成，合同咱们不签1年的了，直接签3年。你这钨矿的品级，做高端合金是顶尖的料子，以后你有多少我收多少。好，好，好，合作愉快。3年长约，峰哥，咱这是彻底站稳了。稳是暂时的。峰哥，你又在想张桥？张桥现在不好过，但他不是那种认命的人，我们一定要留个心眼子。安保公司的人什么时候到？下午就来，设备全带来了。张先生，您的别墅贷款已经逾期超过90天，按照合同约定，我行已启动法拍程序，正式通知函昨天已经寄到您府上，请您配合后续的腾房工作。李经理，你再给我1个月，就1个月，我矿上马上有一批货要出，资金一回笼，我立马就还。张先生，这个方案我们已经给过您3次了，法拍程序已经启动，没有回旋余地，建议您尽快腾房，避免产生更多滞纳金。张总，工人全走了，矿道里的裂缝我今早又去看了，比上周宽了2指，再不停产检修会出大事的。张总，您听我一句劝，现在停产还来得及，我去把老兄弟们请回来，咱们把裂缝补上。谁不干谁滚，都给我滚！张总，我跟了您3年，这话我今天说完就不再说了。您现在收手还能保住矿山，再不停劝，连矿山都保不住。你在教我做事吗？峰哥，钨矿那边的第一批货昨天发走了，周老板说尾款后天之前会打到咱们账上。检测到北部区域存在大规模矿化异常区，矿物特征解析中，解析完成。赤铁矿，储量预估等级大型，品位评级1亿。天明，下午跟我去北边跑一趟。峰哥，这地方也挺荒凉的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磁铁。峰哥，这是什么石头？咋还会动？赤铁矿，品位确实不算高，但矿层基盖面至少有好几平方公里。铁矿，这玩意儿值钱吗？单体价值不如翡翠和钨，但胜在量大盛产。翡翠行情有变动，钨矿客户集中。铁矿不一样，建筑、制造、基建，各行各业都要用铁，需求永远不会消失。这座铁矿会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。天明，马上叫人来采样，今晚我就要看到检验结果。含铁量比预估的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，虽然还够不上高品位钨矿，但以这个储量和开采成本来算，利润空间比我们预期的大得多。峰哥，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这座铁矿一旦开工，
光是供应周边的建筑公司和铸造厂就能稳定盈利。翡翠做高端，钨矿走工业，铁矿稳基础。以后不管哪边市场有变动，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基本盘。峰哥，当初跟你干的时候，我做梦都没想到会有今天。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对了，铁矿开工之前得再招一批人，你下午去镇上把招工点支起来。陈氏矿业，是不是那个开翡翠矿的陈峰？对，就是他。现在不光翡翠矿，钨矿和铁矿也要人，工资比市场价下高30%，包吃住。你们也来报名？天明啊，那个不是，我们是来托你给疯子带个话。之前的事儿是我们糊涂，现在村里好多人在疯子的矿上干活，我们也想问问还有没有位置。峰哥说了，只要是肯干活的，来者不拒。以前的事他不会放在心上。不过有一点，在矿上干活规矩要守，偷奸耍滑的谁也不行。那是，我们肯定好好干。停下！谁让你们不打支柱就挖的？打支柱多费事儿，我们这么挖不是好好的？好好的，你抬头看看。这条裂缝上周才1指宽，现在已经2指了。你们再不打护硬挖，一旦塌了，谁都跑不出去。张总都没说什么，就你事儿多，赶紧的，别耽误我们干活。不行，不能再挖了。塌方，快跑！塌方了！矿里怎么样了？塌方面积很大，主矿道完全堵死，打通至少需要2天。好在刘工提醒及时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露天开采设备定在下周3到，挖井和破水头都是最新型号，比钨矿那批还先进。峰哥，张桥的井矿塌了，主矿道大面积塌方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在刚才。伤亡情况怎么样？没有人员伤亡，在矿洞坍塌之前，老刘带着人跑出来了，都只受了点轻伤。周总那边的钨矿，让他先等着。是。陈总，裕丰商行的王总邀请您参加下周的交流会。陈总，你那钨矿的品质我有所耳闻，冶炼厂的周总都对你的货赞不绝口。周总抬爱了，我那就是小打小闹，跟各位前辈比还差得远。谦虚了，谦虚了。翡翠矿、钨矿，现在又有一条铁矿，3条腿走路，现在的年轻人了不得。疯子，你在这儿呢，来，介绍几个人给你认识。这是城西的李总，李总好。这是城东的吴总，吴总好，幸会。这位是省城珠宝协会的方会长，方会长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陈峰，那座帝王绿级别的翡翠矿就是他开的。原来就是你，你那批翡翠料子我见过成品，水头足，颜色正，市面上好几年没出过这种品级的东西了。陈总，改天约个时间细聊。我这边好几个高端客户都在找稳定的翡翠货源。方会长客气了，随时恭候。抽要饭的，谁让你进来的？这不是张乔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听说他矿塌了，困了好几个工人，赔得倾家荡产，前几天还进局子了，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嘘，小声点。陈峰，你现在得意了？我的矿完了，人没了，公司垮了，老婆跑了，别墅被银行收了，你开心了吧？哎，峰哥，没事的，放心。张乔，你找我有事？陈峰，你他妈就是运气好，走狗屎运捡了块破银子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越做越大？凭什么我拜徒弟？我比你有人脉，我比你有钱，你不过是给我打过工的，凭什么？张乔，
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不是因为我运气好，你把对你最有用的人赶走了，把劝你的人都骂跑了，最后连自己的矿山都不肯善待。矿道裂了你不修，工头劝你，你不听，你的矿不是被我抢走的，是被你自己亲手毁掉的。先生，请你离开。上周翡翠矿净利润比前一个月涨了11个点，钨矿稳定增长，铁矿基建也差不多了，下个月就能试开采。峰哥，咱们3座矿山全线飘红，以后在江城掉下个钢镚儿都是咱们家的。铁矿那边露天开采的成本控制得不错，不过翡翠矿的尾款周期拉得有点长，你得跟几个老客户沟通一下，回款周期尽量缩短，手头多留点现金。行，我下午就打电话。峰哥，省城来人找你，姓沈，说是盛隆矿业的人，约你明天上午见面，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谈。盛隆矿业？对，盛隆矿业，省城排名前3的矿业集团，业务覆盖全省，旗下有10几座矿山，老板姓沈，在圈子里背景很硬。他们怎么会找上咱们？上次交流会上，方会长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说盛隆最近在扩张，到处收购中小型矿山，动作不小，只是没想到他们盯上的这么快。那明天去不去？去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打什么主意。盛隆矿业的名号，我在入行第1天就听过，今天能当面见到沈总，真是筹某的荣幸啊！既然陈总知道盛隆，那有些话我就不绕弯子了。盛隆最近在做战略整合，陈总的矿业公司3线并进，势头很好。我很有诚意想整体收购，价格你来开。沈总，承蒙厚爱，但我的公司不卖。陈总，别急着拒绝，这行水很深，没有靠山走不远的。你一个人单打独打，从无到有闯出来是不容易，但往后走，不是光靠本事就够的。盛隆的橄榄枝不是谁都接得到的。谢谢盛隆看得起我，但我这个人习惯了自己走路，不习惯别人给我指路。不识抬举，沈总怎么办？他不卖，那就让他寸步不行。去查查他的下游客户都有哪些，先从他的销路下手。明白。天明，从现在开始做3件事：第一，把所有客户的合同全部重新过一遍，看看有没有漏洞；第二，通知矿区安保，加强外围巡逻；第三，铁矿的承包手续加快，能走加急就走加急，尽快把合同锁死。峰哥，来不及了，已经有3家合作商取消了和我们的合作。峰哥，出事了！玉石商行周老板、冶炼厂李总、建材公司赵总3家同时发函取消合作。理由呢？理由都是编的，什么库存满了，资金周转不开。我打听了，盛隆旗下的玉石公司以低于市场价2成的价格找他们报了价。2成？盛隆好大的手笔。峰哥，他们这不是做生意，是砸场子，他们想掐断我们的销路。盛隆有10几座矿，资金池比我们深得多，拿一个子公司的利润出来补贴，把我们的客户全撬走，等我们撑不住了，再整体压价收购，这手段很盛隆。那怎么办？咱也降价。价格战我们打不过，也没必要打。检测到宿主面临销路困境，启动辅助扫描。正北方向50公里处存在未登记矿脉反应。旷日特征解析中。天明，备车进山。目标锁定正下方2.5米，矿柱类型矿，高纯度硅铮石，储量预估等级，价值评级5000，用途航空航天特种合金。峰哥，这蓝汪汪的石头是什么？镉矿。钨矿，比钨矿还贵。造飞机、造火箭用的特种合金，关键原料就是这个，你说贵不贵？那这玩意儿能卖给谁？省外的特种合金厂。那造飞机的厂子，盛隆他就是想管也管不着啊！哈哈哈。沈总，
按您的吩咐，3家都发函了。陈峰现在一堆翡翠原石积压在仓库，卖不出去。运输那边呢？也打过招呼了，省内的货运站没人敢接他的单。年轻人以为找到几座矿就能跟我叫板，这行靠的不是运气，是人脉。老周，你那边跟陈峰断干净了吧？好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跟我沈飞作对的人在省内没有立足之地。继续盯着，看他还能撑多久。陈总，这层石头太硬了，镐头都砸不动。岩层结构分析中，花岗岩层厚度2.3米，下方为副矿带，岩层倾角35度，建议沿倾角斜向最近，可避开最硬岩段，预计3天建矿。按这个角度往里挖，别直着往下砸，顺着岩层的纹路走，能省1半力气。陈总，您连石头的纹路都看得出来？我5岁就跟着地质队上山勘探，这岩石矿脉对我来说就像朋友一样，再熟悉不过。王老板，我们矿上有批货要运到邻省，您这边能安排几辆车？陆兄弟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实话跟你说吧，盛龙放了话，谁接陈峰的货，以后就别在这行混了。王老板，盛龙管天管地，还能管到您这儿？人家是省城前3的矿业集团，我一个开货运站的得罪不起，你找别人试试吧。真是欺人太甚！峰哥，货运站全被盛龙卡死了，一家都不接，这帮人太狠了，连汤都不让咱喝。急什么？谁说运货的一定得是货运站？那还能是谁？博矿的客户是造飞机的特种核合金厂，在省外，他们是工厂，有自己的车队，让他们自己派车来矿上拉货。对哦，盛龙管得了省内的货运站，管不到省外工厂的车。打电话联系客户，条件开实惠点，价格按市场价，但运费他们自制。我这就联系。陈总，你这北矿的品味比我们从国外进口的料还好。西北石的纯度至少在95%以上。陈总，这是真的吗？样品就在桌上，您可以当场验。好东西，确实好东西。陈总，开个价吧。价格可以商量，但我只有一个条件。您说，你们自己派车到我矿上拉货，运费自制。是不是有人卡你运输了？省内有人不让我好过，但省外他管不着。没问题，我们厂本来就有跨省运输的车队，多跑一趟不叫事儿。峰哥，咱不回矿上，绕个路，我看这地方顺眼。峰哥，这地方比野狗岭还黄，能有啥？检测到高纯度精致石墨矿，纯度评级高，价值预估3000万。用途：锂电池负极材料。石墨矿，造锂电池负极的，新能源产业链上最紧缺的材料之一。峰哥，你咋知道这儿有矿？看岩性看出来的。这里的石头颜色、质地都是石墨矿的典型特征。服了，峰哥，我真服了，你这眼睛比探测仪都厉害。沈总，陈峰的笔矿卖出去了。卖给谁了？邻省一家特种合金厂，他们自己派车去矿场拉货，不经过省内的运输公司。倒是小看他了，知道绕开省内渠道。沈总，咱们要不要想办法拦住那家合金厂？省外的手伸不了那么长。去查查陈峰的矿场手续，看看有没有漏洞，特别是那个铁矿，承包合同、环评报告一样一样给我翻。完了，摔坏了！陈总，石头里长钻石了。半生矿识别，天然金刚石微粒，品质极高，但含量稀少，不具备单独开采价值，建议留作标本。那是啥？钻石吗？这是金刚子，是大自然的正品，不过含量太少，不够开矿，留作纪念正好。这能值多少钱？不卖，放办公室当摆件，比卖了有意思。什么？
环评报告有问题，被举报了。峰哥，铁矿的承包手续被暂缓了，说有人匿名举报，说咱们的地质环境评估报告存在时效性问题。谁举报的？列明，但我托人打听了，举报材料是从盛瑞那边递过来的。铁矿先放一放。可是峰哥，铁矿前期投了那么多钱，他们把注意力放在铁矿上，正好给我们时间开发石墨矿，铁矿就当个靶子挂着，不急。也对，等石墨矿出货了，手里又多一张牌。99.5%的纯度，陈总，你这石木是天然矿还是人工提纯的？天然矿，自己做的提纯处理。这种品级的天然石墨矿，市面上少见。我们做高端锂电池负极材料，正愁找不到稳定的货源。陈总，签个长期采购合同吧，条件您开。条件简单，你们自己派车来拉。没问题，早就听说了，和陈总合作要自备车队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，物流车队管够。合金厂的3车装完了吗？好，新能源那辆车往左边靠一靠。峰哥，B矿今天发5车，石墨发3车，照这个势头，月底的利润比上月翻一番。工人的加班费别忘了算，都记着嘞。按您说的，加班双倍。村里最近有人在打听你，说是省城来的，问你在开什么矿，矿场在哪儿。风儿，是不是惹到什么人了？妈，别担心，做生意嘛，同行之间打听打听很正常，我能应付。不管怎样，自己小心点儿。咱们陈家不惹事儿，但也不怕事儿。爸，我知道。风儿瘦了，别太累着自己。钱挣得再多，身体垮了啥都没用。妈，您放心，我现在吃得好，睡得好，比以前在张桥矿上的时候强多了。翡翠矿、钨矿、钡矿、石墨矿，它到底有几个矿？目前能确认的有4个，但据矿场工人说，他最近又在勘探新矿点。 4个矿同时发货，而且每一个都绕开了省内的渠道。沈总，要不要直接找人去他矿上？不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。老赵，你那个矿业协会的副会长不是白当的，帮我做件事儿。对，就是那个陈氏矿业。这层石头不对劲儿，比矿层硬多了。陈总有发现，你快来看！岩性分析中，高铝粘土岩3氧化2铝含量42%，耐火度1780摄氏度，达特级耐火粘土标准，预估价值2000万元，用途炼钢耐火材料。这层灰石头别当废料扔，是耐火粘土，炼钢厂漆炉子用的，1吨能卖好几千。又捡一个矿，这都第几个了？这次是买1送1。陈总，这种品级的内火粘团，省内几乎没有。我们厂以前都从外省调货，运费贵不说，交货还不稳定。签长约，价格比外省便宜1成，条件还是那个，你们自己派车来矿上拉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陈总，实在抱歉，上面有人打了招呼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得罪不起。没关系，省内的钢铁厂不止您一家。陈总，您别误会，我个人是很想跟您合作的。我理解，告辞。3年长约，价格按你开的来。我们厂正好要扩建新高炉，耐火材料缺口大得很。合作愉快。盛隆在省内只手遮天，但出了省，他屁都不是。所以我们才要多找新矿，每多一个矿种，就多一张盛隆管不着的牌。峰哥，按照你这个找矿的速度，用不了多久，盛隆就彻底卡不住了。峰哥，潍矿上月出货稳定，石墨矿新签了3年长约，日火敏感的订单排到下季度了。咱们现在5个矿同时出货。工人工资按时发了吗？按时发了，加班费1分不少。不过峰哥，5个矿同时运转，人手快不够了。
去镇上再招一批，老规矩，工资比市场价高30%，包吃住。天明，我是陈家村的，咱们是老乡，送我一个。我听说陈老板矿上工资高30%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矿上规矩要守，偷奸耍滑的谁也不行。沈总，陈峰又多了个耐土矿，现在他手上有翡翠、钨、钡、石墨、耐火、连土5个矿同时出货。我手下养了20个勘探工程师，1年能找到一座像样的矿，就算运气好，他2年时间找到5个矿。会不会是运气好？1次是运气，2次是运气，连续5次就不可能是运气了。去查查他用的什么勘探设备，哪里买的，还有想办法收买他矿上的工人，打听他找矿的过程。是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凭什么。检测到溪流上游300米处存在异常矿化反应，钨钡共生矿，钡含量异常偏高。彩虹色的石头倒是少见。铋矿确认，铋含量超出常规标准40%，用途医药中间体、低熔点合金、化妆品资料。这石头作用还挺多啊，还能注药。钡是造胃药的关键原料，国内高纯度钡矿不多，你这批货的纯度可以直接进生产线。陈总，以后有稀有金属矿产，第一时间找我。医药行业对原料纯度要求高，只要质量好，价格好商量。没问题。翡翠、钨、钡、石墨、粘土、铋，峰哥，咱已经有6个矿种了，快凑齐元素周期表了。早着呢，周期表上100多种元素，说不定哪天就集齐了呢。谁在那里？什么情况？有人在外面拍照，车没挂牌，追不上。峰哥，你来了，会不会是盛隆的人？大概率是。不用管，加强巡逻，矿口全部加装监控。峰哥，要不要报警？拍几张照片立不了案，让他们看吧，反正他们也看不出什么。峰哥，通风电缆剪了，发电机油管拔了，围栏东头铁丝网也被剪了。老吴昨晚追出去，只看到一辆没牌照的面包车，没追上。陈总，是我没看好，人没事吧？没人受伤。矿道里面动了没有？里面没动，只有外面设备被人搞了，现在刚恢复通风。剪得利索。不是临时起意，是冲着设备来的。他们不是想搞塌矿，是让我们知道他们能摸进来。天明，3件事：今天之内，通风口和发电机全部加装铁栅栏，上锁；围栏外侧再加一道铁丝网，顶上拉一圈刺绳。夜班巡逻增加到4个人，1组守矿道，1组巡外围。大伙儿听我说，昨晚有人不想让我们好好开工，但他们的本事也就这点儿，半夜摸进来剪根线，拔根油瓶。连矿道都不敢进，该干活干活，外面的事儿我来解决。明天跟我去南边。峰哥，又发现新矿。铜矿确认，储量等级小型，价值预估800万，矿层极浅，开采成本低，适合快速开发。峰哥，
这矿也太小了吧，还不够咱塞牙缝。小矿有小矿的好处，挖得快，出矿快。陈总，你那儿有没有锰矿？我们厂最近要生产一批高锰合金，缺锰矿原料。不好意思，暂时没有，以后有了再联系您。峰哥，客户现在缺矿，直接找你了，名声打出去了，赶紧装车。第7个矿种，铜矿，第1批出货，发往省区铜冶炼厂。陈总，我是沈飞。沈总，好久不见，有什么事吗？想约陈总再谈一次，见面聊聊。见面，行啊。不过这次来我矿上谈。好，后天上午我去你矿上。峰哥，沈飞主动打电话，是不是撑不住了？之前硬的软的都试过了，这次估计是想探探我的底。那咱见还是不见？见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该干嘛干嘛。明天去勘探锰矿，铁矿的手续先放着。盛隆愿意卡就让他卡。等我们手里有10个矿的时候，1个铁矿的手续算得了什么？峰哥，你说沈飞会不会又耍花招？肯定会。但他每出一招，我就多找1个矿，看谁先 hold 不住。峰哥，这荒山野岭的，咱们来找啥呀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，去上游。峰哥，这地方看着跟普通河滩地没什么两样，能有啥宝贝啊？目标确认，正下方1.8米，铅锌共生矿，锌含量异常偏高，达到工业开采标准2倍以上，建议优先开采锌矿层。终于找到你了，锤子。峰哥，这是啥？铅锌矿，灰色的是方铅矿，金黄的是闪锌矿。值钱吗？当然值钱，而且这片矿脉锌含量很高，咱们光是卖锌就能回本。郑厂长，怎么样了？你等等，我再测一下。锌含量比我们平时用的料高出不少，铅锌比也合适。签长约，条件你开，我就1个要求，优先保证我的供应量。没问题。沈总，陈峰这个月又新增了铜矿，7个矿同时出货。省矿业协会统计，他的出货量已经排进全省民营矿企提5了。从他拿到翡翠矿到现在多久了？不到2年。备车，我亲自去他矿上看看。沈总，您亲自去？硬的手段试过了，软的也试过了，都不管用。这个人很有能力，如果能收到盛隆旗下，比继续耗下去划算。沈总，你们陈总在吗？我有事跟他谈。沈总，里面请。陈总，之前的事各有立场，过去就过去了。我今天来，带着诚意。沈总，你这是盛隆出3亿现金，整体收购你的矿业公司，全部矿山、设备、人员1个不少。收购之后，你留任总经理，所有员工待遇不变。沈总，上次在茶楼我就说过，我的公司不卖，3亿不够，你开个价。不是钱的问题，我知道沈总你有钱，但是我陈峰也不差钱，而且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。陈峰，你给我等着！峰哥，铅锌矿的正式储量出来了，比预估的翻了将近1倍。郑厂长刚才打电话来，明年的订单量直接翻倍，价格随我们开。新的品位是多少？工业标准的2倍往上，
郑厂长说，干了20年冶炼，没见过民营矿能出这种品位。峰哥，光这一个矿，明年就能给咱们带来至少8000万利润。检测到矿区东南方向3公里处存在异常金矿反应，初步判定大型金矿，品位极高，预估储量价值3亿以上。天明，先别管千星矿了，明天一早带上勘探队去这个地方。峰哥，这是又发现什么了？金矿，大的。沈总，银行下了最后通牒，3天之内必须结清逾期利息，否则所有账户全部冻结。财务那边说，账上的现金只够发半个月工资了。那些民间借贷的呢？全拒绝了。他们说盛隆的金矿快枯竭了，借钱给我们就是打水漂。而且，他们说现在有钱不如投给陈氏矿业，陈峰手上矿种齐全，回报率比我们高得多。陈峰，他现在到底有多少资产？业内估算，他手上的矿种已经超过10个，总估值接近8个亿，而且他没有任何负债，全是现金流。陈总，烟芯变色了，金黄色。这是金子，整段烟芯全是金子。不是整段都是金子，是金矿脉。1吨矿石含金量至少20克以上，这个矿一旦投产，1个月能出1吨黄金。1吨黄金，按现在的金价，就是将近4个亿。什么？1个月4个亿？天明，马上通知财务，本金矿开采设备采购方案。另外，把消息放出去，让全行业都知道，陈氏矿业发现了大型金矿。峰哥，消息放出去会不会太张扬了？沈飞，他不是靠金矿起家的吗？我要让他知道，他引以为傲的东西，在我这里只是一块随处可见的石头而已。峰哥，这是今天一天收到的合作意向，省内3家黄金冶炼厂，省外2家珠宝集团，还有2家银行想给咱们授信，额度加起来3个亿。银行的不用管，我们不缺现金。冶炼厂挑2家签长约，价高者得。对了，峰哥，还有个事儿，盛隆那边有动静了，他们财务总监今天正式辞职了。沈飞现在连财务负责人都没了，银行催款律师函已经贴到他们公司大门口了。沈飞那座金矿品位一直在下降，现在1吨矿石含金量不到3克。我们这座金矿品位是它的7倍，金价一样，成本一样，我们的产出却是它的7倍。峰哥，你这一座金矿等于断了沈飞最后的活路，他现在除了等死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沈飞，这公司已经亏得底掉了，金矿品位降到3克，成本都收不回来，银行贷款逾期，客户跑光，工人走了大半，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我正在找新的融资。别找了，陈峰一座新金矿，品位是你的7倍，投资人不傻，有钱凭什么投你，不投他？我们3个已经商量过了，启动破产清算，把剩下资产全部拍卖，能回多少是多少。盛隆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你们不能就这么散了。沈总，我们给了你1年时间，你的金矿快枯竭了，不想着转型，不想着找新矿，却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对付陈峰。结果呢？陈峰现在手上有一座比你大7倍的金矿，你还要我们怎么信你？峰哥，这一车矿石能炼出多少黄金？大概15公斤，按今天的金价，差
差不多600万。1天600万，峰哥，咱这是挖到金子了，还是挖到印钞机了？天明，当初你借给我4513块的时候，大概没想到会有今天。我那时候就是不想看你妈没钱治病。要说投资眼光，那4513块，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嘴的一笔钱。陈总，有个事儿想跟您说。盛隆那边好几个老同事给我打电话，说盛隆已经4个月没发全工资了。他们都是干了10几年、20年的老把式，现在想走又不敢走。沈飞不放人，谁辞职，最后1个月工资1分不给，这些人都拖家带口，耗不起。天明，让财务准备50个预支工资名额。老周，通知盛隆那边的老同事来陈氏矿业面试，来回路铺费我们全报销。面试通过的，第1个月工资提前发，安家费一次性给，数额是他们2个月工资。陈总，我替那些老兄弟谢谢您。不用谢我，他们在矿上干了一辈子，手上功夫硬。沈飞不珍惜他们，我珍惜。沈总，今天1天有40多个人辞职，全是矿上的老把式，干了20年的老师傅都走了。拦住他们，给他们涨工资，告诉他们，我涨工资。小陈，你这座金矿一出来，整个江省矿业格局彻底变了。以前盛隆是省内前3，现在你的陈氏矿业，光一座金矿的产值就超过了盛隆全部矿山。协会已经在讨论重新调整江省10大民营矿企排名。排名我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沈飞现在还有多少家底能撑下去。沈飞，他不行了，股东闹翻了，银行贷款逾期，工人走了一大半，他的金矿品位已经不到3克，业内估算最快下个月进入破产清算。当年沈飞让人掐我销路，卡我运输的时候，大概做梦都想不到今天。他的金矿枯竭了，客户跑了，工人走了，现在连破产清算都撑不到。沈总，按照公司章程，超过半数股东同意即可启动破产清算。目前持股比例已超过65%的股东已经在申请书上签字。我沈飞混了30年，从一个小矿井做到盛伦集团，没想到最后是被自己人逼着签字。沈总，不是我们逼你，是陈峰逼的。他那一座金矿出来，咱们这座马上变成废矿，投资人撤资，银行催债，工人跑光，不破产还能怎样？盛隆矿业名下全部矿山、设备、矿权，打包起拍价8000万，请出价。8000万。8000万第1次，8000万第2次，8000万第3次，成交。沈总，当年你在茶楼跟我说这行水很深，没有靠山走不远。今天我想告诉你，真正的靠山是你脚下的矿山和你身边的人。峰哥，盛隆的金矿我们拿下来了，虽然品位很低，但这座矿最深只卡到100米。报告写着100米以下没有可开采矿脉，可这是10年前做的，当时技术手段有限，100米以下他们没探过，就说没有。沈飞一辈子都是这样，只看表面，不往深里想。盛隆金矿矿道下方130米，检测到未开采金矿负极层，品位15克以上，大型金矿，价值预估5亿。天明，安排勘探队去盛隆金矿原址，把钻机带到矿道最深处，继续往下打。往下打？盛隆的报告不是说100米以下没有东西吗？沈飞的报告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陈
陈总，颜系变色了，又有新的矿种出现了。陈总，这比您之前那座金矿的品质还高，1吨矿石至少能出15克黄金。沈飞在这座矿上挖了15年，挖到100米就觉得挖完了。他宁可在行业里搞各种手段，也不愿意多花1天时间往深里再打一口井。这底下埋着5个亿的黄金，就在他脚下，他视而不见。继续往下打，130米不是终点，看看下面还有什么。峰哥，神龙金矿底下的负银层储量数据出来了，探明储量价值超过5亿。还有呢？还有，钻机打到200米时，在金矿层下面又发现了铜矿反应，品位也不低，等于咱们花8000万拍下神龙的矿山，光底下这条金矿负极层就值5亿，再加上铜矿，总价值奔着6亿去了。把消息放出去，让全行业都知道，沈飞挖了15年都没挖到的金矿层，我们接手第3天就挖出来了。峰哥，你这是要杀人诛心啊！哼，我要让他知道，不是矿枯竭了，是他没本事往下挖，他当废品卖的东西，在我手里是矿。陈氏矿业今日宣布，在收购原盛隆矿业金矿后，在矿道深处发现大型金矿负极层，预估价值超过5亿元。陈总，电视上说的是真的？我在那座矿上挖了15年，15年，他接手第3天就打出了新矿层，他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峰哥，第一批从新矿层采出来的金矿石今天开始出货，3家冶炼厂抢着要，报价一家比一家高。沈飞在这座矿上挖了15年，把最好的矿层留给了我。天明，加快开采速度，今年之内我要让这座废矿的出货量超过盛隆当年的历史最高纪录。峰哥，3号金矿又往下打了50米，又发现新矿化反应了。这次是什么？技术部初步判断是铜金共生矿，品位还不确定，但矿层厚度比上面那层还大。沈飞在这座矿上挖了15年，到100米就停了。我们接手不到1个月，130米、180米，层层建矿。走，去矿上看看。陈总，地下是空的。不是天然溶洞，岩心上有爆破痕迹。陈总，这个深度，这个规模，底下可能是个老矿洞。继续打，换大口径钻头，我要看清楚下面到底是什么。打通了，地下还有一个矿洞。拿设备来，我要亲自下去看看。这不是天然洞。天明，这些档案记录的是战争时期的战略物资储备名单，上面的地点、数量，如果属实，价值不可估量。峰哥，这事太大了，把航道口封起来，加派人手24小时守着，没有我的签字，谁也不准下去。这下可就麻烦了。峰哥，井口已经派人守着了，知道这事的只有下井的几个人。哪位？陈总，你矿洞里的东西别碰。你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那个矿洞里的东西不是你的，我出1000万，你当什么都没看见。你觉得我差你这1000万吗？陈总，有些东西知道了对你没好处。峰哥，这人是谁？
一个对矿洞里东西很感兴趣的人，他知道的可能比我们还多。从今天起，矿场安保提到最高级，所有进出口加人脸识别。另外，把这些档案锁进保险柜，密码只有我知道。峰哥，我找人问过了，这种规格的金属铃市面上根本没见过。上面刻的那行洋文，我找懂行的人看了，说是外国军需部的意思。军需部，那就是战时留下的东西。电话里的人出1000万，说明这些东西现在的价值远不止这个数。可是峰哥，谁知道他是不是虚张声势？万一他根本拿不出1000万呢？他不是虚张声势，他说话的语气是那种习惯了大买卖的人。那咱怎么办？总不能真把东西给他吧？当然不给。这些东西既然在咱们的地底下，就不是他一个人的。天明，你明天去治安局找赵队长。赵队长？我跟他打过交道，之前矿区被人捡电缆那件事儿，就是他帮忙查的，这人靠得住。韩总，矿上巡逻的人加了倍，铁丝网里面新装的探头，死角全都补上了。陈峰这小子倒是警情得很，电话里跟他好好谈，他不领情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韩总，那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？值得咱们费这么大劲？值多少钱？我告诉你，那些金属锭是当年歪国从处搜刮来的高纯度贵金属，光那一批锭子，现在的市价就1个亿，更别提里面还有一批精密探矿设备，是当年歪国人用来勘测战略矿脉的。这些东西我找了5年，光是收买各地矿上的内线就花了上千万，好容易定位到这个废弃矿道，没想到被陈峰这小子捷足先登了。那咱直接派人进去抢？蠢货！他矿上现在戒备这么严，硬抢是找死。老六，帮我办件事儿，找几个做自媒体的，明天给我发一批爆料，内容我等号发你。陈峰不是硬气吗？我倒要看看他有多硬。峰哥，出事了！说有人偷拍矿场视频，指名道姓骂赶咱们丝袜乱踩，播放量已经过100万了。这就是陈氏矿业的矿区，大家看看这满山的矿渣，看看这光秃秃的山头，一个号称年产值几个亿的大矿企，环保手续在哪儿？生态修复的钱花在哪儿了？峰哥，要不我去？我手里有一份内部数据，他们的尾路库根本没有防射措施，周边3个村子的地下水全被污染了。好家伙，连尾路库数据都编出来了。咱们的尾路库是跟省环保院合作建的，所有数据都在官网上挂着。可大部分人不看官网，客服电话被打爆，好几个客服要暂停合作。陈总，大门口堵了几十人，有记者还有举牌子的，运输通道全堵死了。别慌，让安保把大门守住，任何人不能进矿区。拍摄的让他们拍，不影响咱们生产。方会长，我想问问您，关于歪国军需部留下的东西，您知道多少？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？我在一个老矿道里挖到了。我年轻时跟着老一辈跑矿，听他们讲过，当年歪国人在东大陆搜刮了10多年，坠金属、稀有矿石、精密设备数量惊人。撤走的时候运不完，就在各处矿山建了秘密仓库，把东西封在矿道深处。这些年不是没人找过，但当年歪国人封仓库时用了定向爆破，矿道塌得干干净净。加上后来几十年地质变动，知道位置的老人都去世了。可现在有人盯上我了。昨天有人打电话出1000万，让我当什么都没看见。1000万？这人知道你在哪个矿里挖出来的？应该不知道具体位置，但他对我的矿场很熟悉。前几天刚派人来偷拍过。小陈，你遇到的不光是一个文物贩子，能在短时间内调动自媒体给你施压，这个人的能量不小。你想想，你的生意圈里谁跟你有仇？新能源集团的老总韩月之前想劫我的矿脉没劫成。韩月的背景不简单，新能源只是他明面上的生意，底下还涉及稀有金属的灰色贸易。方会长，谢谢你。这批东西既然在咱们的土地上，就不能让它流出去。陈总，你是说有人对你的矿场进行威胁？不光是威胁，赵队长，我矿上发现了一批歪国战时遗留的物资，价值不菲，有人盯上了。先是打电话出1000万让我别碰，接着就有人来偷拍矿区，在网上造谣。我怀疑这2件事是同一伙人干的。歪国遗留物资，你确定？这是从矿道里取出来的，上面刻着歪美军需部的标记，这个做不了假。这东西按规定属于战时遗留物资，需要上报处置。我不卖，我来找您，就是想走正规程序。但这伙人不肯善罢不休，我怕他们狗急跳墙。陈总，你心里有主意了吧？直说。
赵队长，我想请您配合我演一场戏。什么戏？我对外放消息，就说要转移这批物资，他们一定会在路上动手。到时候您带人收网，人赃俱获。你有把握他们会上钩？如果他们在乎这批东西，就一定会来。1亿多的货，换谁都不会让他白白挑走。行，我安排人配合你。这批样品明天一早必须运到省城检测中心。路线上次走过，走西郊老矿场那条路，那边人少，不堵车。别问了，赶紧装，装完那车还有一车，今晚必须全部封好。陆哥，这批东西沉甸甸的，啥矿石这么重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好，我不问，上个厕所去。消息已送出，准备行动。韩总，老葛发消息了，陈峰要转移物资，今晚装车，明天一早走西郊老矿场那条路。消息可靠。老葛是咱们安插在陈峰矿上最久的线人，他从开矿就在，从来没出过差错。西郊老矿场，那地方荒了几十年了，连路灯都没有。陈峰倒是会选地方。韩总，咱们怎么动手？老矿场这段路前后3公里没人烟，中间有一个急弯，卡车必须减速，让兄弟们在那里设伏。带多少人？20个，给我亲自带队。陈峰既然敬酒不吃，那就给他吃罚酒。除了货，把他本人也给我带来，我要知道他到底从矿道里拿到了多少东西。让兄弟们准备一下，明天凌晨干活。韩总，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，还没动静，会不会有诈？老葛的消息从来没出过差错，陈峰这么多矿，每天出货是常事儿。目标出现，准备行动。不想受伤就把车厢打开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开枪！怎么回事？全体不许动，放下武器，原地抱头蹲下。陈峰，你算计我！你的人算计了我的矿场那么多次，这次轮到我摆一桌了。陈峰，我吃的这行饭比你想的水深得多。今晚抓了我，明天有你受的。韩月，48岁，新能源集团董事长，名下公司覆盖太阳能、锂电池、稀有金属贸易。那他今晚被抓，那些人不都得跑？不急，他的手下我已经全部扣住了。陈总，来看我笑话？治安局关了我48小时，不是一样放了？下次不一定有这么好运气。哼，下次。昨晚那场戏，你搭了治安局的台，也没抓住我什么把柄。劫车，我的人只是在那儿等生意。箱子是你自己装的石头，告不了我。歪国遗留物资，你找了好几年了吧？花那么多人力物力，结果落在我手里。昨晚又想抢，又扑了个空。韩总，你这么执着，这批东西到底值多少？陈峰，你以为你真赢了？我告诉你，你手里这批锭子只是冰山一角。当年歪国人封的仓库不止这一处，我知道另外几个位置，但我需要一个懂矿的人帮我找。所以你想拉我入伙？入伙，或者分你3成都可以谈。你我的本事加在一起，韩月，我挣的每一分钱都干净，你那些钱，我花着不踏实。我不但会找到那些锭子，还会让你的矿场一个接一个关门。韩总，多想想自己怎么收场吧。峰哥，查到了，那辆车登记在韩月的新能源集团名下。看样子，韩月人已经到你老家了，他们在查你的底。
陈总，公司内部数据库被人外部攻击，对方盯上了我们的勘探数据服务器，还好防火墙挡住了，但有部分数据被扫描过，不确定有没有被拷贝走。他们想从我身上挖出东西。挖什么？韩月一直想知道我找矿的准确率为什么这么高，他派去村里的人打听我的过去，攻击我的数据库，想偷勘探记录。他想知道我到底凭什么能不断发现新矿脉。冯哥，这事不能忍，咱们得把韩月的老底也挖出来。陈总，刚才好几个部门的主管跟我反映，他们收到一封群发邮件，说咱们公司偷税被立案调查了。发件人是匿名，但内容很详细，连咱们上季度的出货单数据都有。老哥，跟你确认个事，昨晚出货单的数据经手的人不多，你是其中一个。陆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在矿上干了没出过差错。老哥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儿，韩月的人每次都能提前知道我的动向，偷拍矿区、堵运输车队，包括这次造谣偷税，他们用的数据都是内部才有的。陈总，对不起，韩月的人找上我，给了我10万，让我把矿上的出货数据和进出路线报给他们。我儿子上大学要钱，老哥有病。10万就让你把自己卖了？你在我这儿1个月工资多少？8千。陈总，我知道我混账，您要怎么处置我，我都认。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，赔偿金我会按标准给你，但你走之前帮我办一件事儿。你说。韩月的人还会找你，我最近被调查弄得焦头烂额，准备低价抛售那批金属锭和勘探设备，换现金应对危机。你是要我？就是这个，歪国军需部的标记，陈峰。你倒是帮我打包好了。韩总，货到了，钱呢？钱？陈峰，你现在被调查，矿场都快开不下去了，还有心思跟我谈钱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今天不但拿不到钱，还得跟我走一趟。全部不许动，放下武器，蹲下。又是个套，同样的套路你中2次，韩总，你对自己的智商是不是太有信心了？我的仓库在南山那边，你们找不到，今晚抓了我，明早照样有人取货。陈峰，你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多谢告知，南山我会去找的。这是韩月10年来所有走私交易的记录。他利用新能源公司做掩护，把稀有金属混在锂电池原材料里出口，光是去年1年就出去了这个数。韩月交代了，当年歪国人封了不止这一处仓库，他这些年从其他地方挖出了不少锭子，卖的卖，藏的藏，还没来得及卖出去的全在这儿。根据现有规定，这批遗留物资一部分归公处置，一部分按规定折抵给发现者作为处置费用。陈总，这批东西是你发现的，也是你配合破案的，会给你一份合理的奖励。总共1200多块锭子，高纯度稀有金属，总价值折合下来大概3亿多。这批东西按照规定，部分充公，部分折算处置费，奖励给你。这是主管部门的正式函，你这次配合破案有功，按规定折抵的奖励金是你该拿的。另外，你矿道深处挖出来的那些物资也全部登记备案了，归属权清晰。说实话，我在这行干了20年。走私的、倒卖矿的见了无数，像你这样自己挖出来主动上报的几乎没有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们看，陈峰上新闻了，他帮治安局破了一桩大案。走私什么？歪国遗留物资？乖，这不是咱们后山的东西吧？不是，人家新闻里说了，是在南边找到的，跟咱村没关系。但是陈峰这人确实厉害啊，以前怎么没看出来？风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新闻上说你帮治安局抓人，是不是跟上次打听你的那些人有关？你有没有受伤？妈，我一根头发都没少。那些人被抓了，以后不会有人来找麻烦了。
风儿，我看新闻上说那是歪国人留下的东西。歪国当年在咱们这儿做过不少恶事，如今这些东西能重见天日，也算是个交代。你现在不一样了，以前我总跟你说，人要有骨气，不能被人欺负。你现在有矿有钱也有名，但最重要的是干什么都对得起良心。我记住了。峰哥，韩月的案子被正式立案了，走私网络一共涉及37个人，6个仓库的遗留物资全部清点完毕。赵队长那边说，咱们这次配合破案，立了大功，主管部门准备给咱们发一个表彰。表彰不重要，咱们那些被韩月搅黄的客户呢？全回来了，不光回来了，还带了新客户。之前跟咱们取消合作的那3家，今天早上全打电话来道歉，说之前是被韩月派人威胁了。现在韩月倒了，他们求着比原来涨了10%。跟他们签，不过加一条，合同里写明，任何一方不得因第三方施压单方面解约，否则双倍赔偿。还有，方会长上午打电话来问你下周有没有空。方会长，什么事儿？他说省矿业协会准备提名你参选年度行业杰出人物。方会长还特意说，以前这个奖都是给老牌矿起的，今年该轮到你了。替我谢谢方会长。不过这种虚名，参不参选无所谓，你告诉他，我收下这份心意。检测到北部海域存在异常矿化反应，距离120海里。峰哥，怎么了？走，叫上勘探队，明天出海。出海？这才刚开始呢。